有人说加拿大的医疗等待时间漫长，等到诊疗人也差不多了，做个检查或者手术有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在他乡北美访谈，有请曾先生，请他来讲一讲在加拿大心脏病发作以及之后的就医的经历。我是湖北武汉人，那个2007年移民温哥华，那个家住，我住了很多地方，以前住在约奇门，后来就搬到素里，就现在也在素里，55岁吧。我是19年心脏在加拿大做的手术，搭了3个支架。什么时候发现有心脏的问题的呢？要说发现是18年的6月份，以前不知道，以前就是总是心里有点跳得比较快，就没当回事，不痛，就是痛得痛，突然的就是不是长期的痛，短期的，就像那个绳子把心系着拉一下，当拉一下那种感觉，就当拉得很痛那种感觉，但是它痛的时间不长，就痛了这个几秒钟，就没当回事。到了18年6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有一天我在地下室，就突然一下那个整个胸部啊就很痛，而且说感觉就是喘不过气来，就是那就说出来的感觉就像人就要死一样的，就是站着也不舒服，坐着也不舒服，躺着也不舒服，就浑身难受。我就以为就是因为6月份的时候嘛，都地下室就很冷嘛，我就以为冷，我就出到外面太阳底下就休息了大概半个小时吧，就慢慢就缓解了。好，这个当时也没当回事。过了大概1个月吧，到7月份吧，7月份我和我那个朋友一起到那个班夫去打野猪嘛，去打野猪。开车的时候，可能是开车比较疲劳吧，就是一开到班夫要10几个小时嘛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就是睡觉的时候，哇，那就一整晚上就是躺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好难受，这个地方胸部痛，就是很不舒服，就喘不过气来。但是又没药在外面嘛。但是这个持续了几个小时吧，2个小时，就这样，很半夜嘛。那当时没有直接叫一个救护车吗？当时不知道是心脏病，一晚上就几个小时也没睡，这早上又好了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从班夫回来之后啊，我就跟我老婆说嘛，我老婆就联系那个医生嘛，家庭医生，就去检查吧，各种检查。家庭医生结果看了之后就推荐给那个专科医生。专科医生呢，就是也跟我都一检查之后啊，就是开了一些药，就是什么阿司匹林啊，平时从来不吃药。当时他检查结果是什么？第一就是量血压啦，测血氧啊，跑步之后那个看你那个血氧状况啊，心跳啊，都检查这。然后就是也没给什么药，就是给阿司匹林，就是要吃阿司匹林，就开了这一种药。这是专科医生给的还是家庭医生？专科医生给的是吧？专科医生。这是7月份之后，然后我就吃阿司匹林，一直到元月份这个期间就没有发病。您当时就是最先开始看的是家庭医生，那这个家庭医生您从给他预约到去跟他做这个诊断，这个之间大概几天的时间？这个很快，这个就1天吧，一天就可以，一两天吧。但跟他家庭医生打电话之后，大概2、3天之后，他有时间我就去了嘛。还是心脏问题，他给的时间比较短，是不是？因为一般的不着急的事情可能会时间长一点。没有，当时不知道是心脏病。那从家庭医生推荐您去专科医生到您实际看了专科医生，这个用了多长时间？那也挺快。那个家庭医生去看了2次之后啊，他就因为我说有些症状嘛，他就觉得的话必须专科医生看嘛，他也就联系那个专科医生，
这大概也快，这大概也就过把星期吧，我记得1个星期左右。大概就过把1个星期左右吧。那个他就是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联系，大概就等了差不多1个星期。19年元月份我就回国了嘛，回国了之后呢，那个武汉元月份都很冷嘛，很冷的那个当时那个我老婆她姐就是医生，我们一起吃饭，我们就走往那个餐馆走，我就走不动。他说你怎么走不动啊？我说走不动，走着喘气，而且的话那个好不舒服，可能是那个天气冷了，那个好不舒服。他说你就问我什么症状嘛，我就跟他说，他说你这可能是那个冠心病，因为他姐是当医生的嘛，他就说你赶快到那个那个武汉有个亚心医院嘛，去检查一下。然后他就跟我联系了一个那个人嘛，我就去了。我们出来10几年了，国内都不熟嘛，他就联系一个他那个专科主任医生吧，就去了之后就是检查，和这里检查不一样。他直接去之后一说是什么症状，那个大针筒，这么大个针筒，他那个要胸透嘛，胸透要打那个药嘛，像那个兽医一样那个大针管，一下打进去，咚，打那么多进去。哎，他要那个他的有那个荧光嘛，好像就打进去，沿着血管走，他就可以照出来嘛，把片子就出来了，就跟我说，他说我的那个冠状动脉啊，就是心脏，就是有3根血管堵了90%，已经钙化了，就不通了。堵了3个都堵了90%。对，他就有3个地方堵了90%，就是从那个我有片子都看得到，那个他给我看，只给我看嘛。哎，他那个很危险，他说你这是很危险，要马上住院。他说你这随时都可能发生生命危险，病危所以是你堵了90%，我睡觉都可以死。那我就说我还有3天的机票就要回温哥华，能不能开点药啊？什么我吃一下，我坚持到回温哥华去。然后他说也可以。然后我当时就问他，如果说在他这里做手术，大概费用多少？那个他当时就跟我算了一下，他说如果要进口支架的话，搭3根支架，连各种费用算在一起，住院费啊什么各种费用大概17万人民币。当时我就一想，我还3天的机票就回温哥华，这个都没有思想准备嘛，马上动手术，就我一个人在武汉，又没人，老婆小孩都在温哥华，我一个人在武汉，然后就咚开了很多药。那个国内不就是开了药之后就是划价吗？划价交了钱，拿到单子去拿药吗？我就拿出去划价，大概1800块钱的药吧，1800块人民币的药，我就想了一下，我说这些药我现在吃了之后，又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带到加拿大去这些，不然我就没有买，当时就没有买，我就说自己小心一点。然后回去3天就哪里都不去，就在家里休息，到坐飞机就回来了。回来了之后就马上拿着那个那个医院给的那个片子啊，拍的那个胸透的那个片子，就跟专科医生联系嘛。那个很快，大概也就是2、3天吧，不到1个星期，专科医生我们就见到专科医生了。这是先跟家庭医生联系，再跟专科医生联系，还是直接去看？我们直接就联系了，直接联系的专科医生。直接联系，就是因为专科医生我们有他电话吧，我们包括我现在都是有什么事就直接跟这个专科医生联系，有时候也跟小事情就跟家庭医生联系。见到之后他就重新都一检查，再把片子一看，他就说我要动手术，就当时就说跟我们联系那个温哥华那个心脏医院，然后第2天打电话就说因为那边很多人做手术就是要排队。2月20几号那个他跟医院联系了，就说确实就排到了5月份。排到了5月份，5月23号动的手术， 3个月。哎，3个月。
确实，因为那个这边的话，它是按照排队来的，它不像就是可以插队呀，或者多给你钱你可以先来呀，不是，它就一个个的，不管你是什么，都是按排队，因为他按照他的那个判断，那个专科医生按照他的判断的话，他就应该就不会这几天就会死，没有那么着急的，没有那么严重的生命危险。对，所以就没有安排的太快。如果要是说很生命垂危、很着急的，他会提前一些。比如说像那个之前有朋友小孩阑尾炎，然后就直接就可以做手术，就不用等的。哦，像我有一次就是那个脸部受伤了，就是干活的时候那个锯片飞到脸上来了，锯这么长一个，当时就流血啊，就像翻出来了。我老婆上班嘛，我就自己开车到医院去。都是血嘛，我就拿着一些纸就蒙着滴血嘛，那医生一看，立马就进去帮我弄了，那就是很紧急嘛。这个心脏当时做完手术，您住院了几天？这个没有住院，当时我们到医院去之后，我跟老婆一起去的，也是先给你检查，也是量血压啦什么的都给你检查一下，检查了之后就躺在那里，躺着之后。这个他身上都有仪器的，那个都仪器他观察你有1个小时，那还有中饭吃。那里来一个印度的护士，就是送点东西什么，不过都是冷的，你也可以点，你也可以叫他给你点外卖，点中餐也可以。就是你肚子饿了嘛，他就有面包，有饼干，还有什么都是果冻，什么那些东西都是西人喜欢吃的。像我们喜欢吃的，你就可以叫他帮忙点个什么川菜呀，他都可以点过来。他送来的、喝的、吃的都是免费的。然后到了大概2点钟吧，2点钟来一个推车，来2个护士，就直接的把推的手术椅进去一看，哇，好多人做了个手术啊，好多人做心脏手术，不是我一个，进去出来，因为我已经进了那个手术那个区间了嘛。往里面推嘛，它不是一个病床，咚咚咚咚一排病床，都在上面做手术，它是开放式的，这里躺一个医生在这里做，这里躺一个医生在这里做，大通铺，这个布帘子一拉，这个布帘子隔开的，就那个野战医院的布帘子拉开的。做手术当中，躺在上面先要打麻药，打了麻药之后，但是人是清醒的，但是身上就没有痛感嘛。没痛感，但是知道在干什么事。他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大腿根部这个地方，从那儿微创进去，感觉就是不痛，但是知道他在这个地方穿刺之后就躺这里，躺了大概1分钟吧，突然一下整个人浑身一热，很热的这种感觉，浑身大脑啊，整个身上，包括头到脚。浑身一热，打通了任督二脉。那通了，浑身一热。为什么会这个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这种感觉。当时就这种感觉，然后医生就包扎，包扎之后就好了，就推出来了。所以说那个浑身一热那个感觉，基本上是他完成了，有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？就是通了嘛，就是他把你这个血管打通掉了。实际上为什么呼吸难受？那个胸部痛就是缺氧，大脑缺氧，厌睡，就是总想睡觉。缺氧嘛，我就是讲你有时候坐下来，就是一下就睡着了，看手机、看电视，一下就睡着了，实际上是缺氧。当时一下就打通了，就很舒服的感觉，就像那个就看小说一样。当时立马就很舒服了。立马很舒服了，浑身感觉一热，就是这个武侠小说里面。任督二脉被打通了。对，然后出来之后，医生就说躺40分钟，就是推出来嘛。护士又把我推到那个休息区里面，就躺40分钟就可以离开了，不用住院就直接出院走了。对，他没有要求你住院，不住院的，就是躺40分钟，就是等这个地方的血，他要伤口要稍微缓解一下，他观察一下。有什么问题？当时他说不能开车，要过几天才能开车。但是我老婆当时就跟我一起去的，就开车我们就回来了。手术持续了大概多久？
手术时间不长，大概就是10几20分钟吧，可能还没有这么长时间，很快。我一直觉得心脏支架是一个很大的手术，听您描述完，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手术的感觉。啊，对，我以前听说别人心脏搭支架，哇，好吓人一样的，这个人心脏搭支架还上班，也觉得很辛苦。但是我做完支架之后，我当时也觉得好像，他说你40分钟就可以回家了，然后过几天就可以没有问题了。他说你上班呐、或者干什么都可以。我也觉得不可理解。那是医院的硬件设备方面，感觉跟国内的比怎么样？啊，国内那我没有比较，不懂这个，因为我在国出来10几年了，国内的那些东西我都很少看得到了。在这边的话，当时观察的也不是很全面，因为也就是都布拉着的。你包括我躺着量血压啦，观察也两边都布把它围起来了，它都没有单独房间，都是一个布嘟一拉，搞完了嘟拉了就这个大通布，每个人一个布帘子把它穿起来。包括进去做手术的时候也是一样。那回来之后呢，就是整个这个手术之后的生活上，自己体力、呼吸方面跟之前感觉区别大吗？哎，那当然有区别。以前就是就是症状轻的时候，就是像个绳子把心脏拴着拉几下，那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发一下，就心脏刺痛，就拉着痛一下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那是这个现象就没有了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就是将那个濒死状态，就10几分钟、半个小时，人就是要死，就是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就是浑身就是跟要死一样的那个，因为大脑缺氧嘛，很不舒服。那种感这没有了，就是它通了嘛，等于血管通了，氧气供上了嘛，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。那像您手术之后，因为装了支架，在这个生活上，或者是运动上，或者是体力工作上，有什么限制吗？这个没有限制，医生就是没有跟我特别提出那个有什么限制。那在加拿大这边的这个整个这个医疗就全都是免费的？啊，对，全部是免费的。我从看专科医生到医院去，推进去推出来，1分钱都不会花。